了自己的儿子，骗了你们这么多年，现在无颜为自己申辩，只是小女琪儿却是无辜，她已归你们卓门。纵然二位对我们夫妇没什么旧情可念，还请看在孩子的份上，善待于他。卓家是江湖人，只知道恩怨分明，不牵连后辈。琪儿是我卓家的媳妇，若他日她能携子归来，自然有她应得的待遇。此事不劳长公主挂心。卓庄主和家人身上都有伤，这一夜也累了，随本王先去安置歇息，如何？请。爹，娘。景睿，来，起来。景睿，你是个好孩子。当年的事情，怎么怪也怪不到你的身上。你千万不要苦了自己。谢玉，你恨我吗？过去的事，不怪你。这么多年，你果然不知道我心里是怎么想的。我不是说当年，我是说今夜。今夜我护了自己的儿子，护了卓家，护了你想要灭口的人，却唯独舍弃了你。你不恨我？即使你不来，今夜他们也会冲进来。况且，我就是要把他们都杀了。我看你如此大费周章，冒奇险也要杀人灭口，我就知道你所犯的罪，并非我这长公主所能维护的。我能问一句，一旦罪名坐实，会怎样？人死灯灭，先是世袭的爵位，随之化为乌有。事情到了这一步，公公婆婆、谢氏列祖列宗地下有知，他们会怎么想？成王败寇，自古通理，先人们岂能不知？难道你就没有想过要奋力保住谢氏门楣，不致蒙尘吗？谢氏世代功勋，历代清民，你可看重？我若看重，又能如何？
能为你，能为你们谢家所做的，也就只剩这一件了。既然今夜失败，已无生路，倒不如死了干净，方不使你们谢氏男儿豪气。我若死了，真的可以风平浪静？至少我不会让他翻到明面上来。誉王是政敌，并非仇敌。扳倒你是他的目的，他并非要灭掉谢氏全门。我会恳请皇兄恩准我出家，带着孩子们离开京城。从此，谢家与萧家的朝廷再无半点关系。我护不住你的命，但我起码能护住你的名声。你若嫌泉下孤单，等我安顿好孩子们，就过来陪你，好不好？李阳，李阳，你对我说的话，我都记住了。这么多年了，我谢玉是真的喜欢你。可是李阳，我现在还不想死。我谢玉还没有走到山穷水尽、走投无路的时候。搏斗到最后，谁知道胜负会是怎么样？人死了，那才真的什么都没有了。大不了输个干净。输掉谢氏的门楣又当如何？就算让我死，我也要死得甘心。刚才是我忘了，你原本就是这样一个人。你既然这么决定了，那也很好。好生护卫安置卓庄主一家，不得懈怠。是。
苏先生今夜辛苦了，本王派人送苏先生回府吧。多谢殿下。接下来的事情尤为紧要，还望殿下能够连夜处理，暂且不必为我费心。有卓鼎峰这个人证在手，何愁谢于不到？这次有劳先生妙计筹谋，但是4月天气尚不和暖，先生要是受了风寒，那就不好了。带本王回去，派御医来看看可好？不必了，我府上住着大夫呢。这次蒙大统领无端地卷入这件事情，此刻他已经意识到是受了我们的利用。殿下先回府去，让我去跟他解释几句吧。蒙大统领素来为人忠直，跟他解释的时候，千万要多加小心呢。如此关键时刻，我们绝不可再树他为敌。是。告辞。蒙大统领，辛苦了。苏先生也辛苦了。天色甚晚，苏先生的身子又如此虚弱，还是赶紧回府歇着去吧。我的确是有点冷，只是现在已经宵禁，苏某一介平民，深夜在外行走有诸多不便，蒙大统领可否送我一程啊？啊？今晚殿下正在府上等着我们呢。也好，也好。苏先生，请。有劳大统领。好手段，麒麟之才果然好手段。今天真是大获全胜。太子就算是老虎，没了谢玉也就没了牙齿，只能乖乖被囚在笼中了。恭喜殿下。对了，般若，你觉不觉得蒙挚和梅长苏两人之间关系非同一般呢？除却梅长苏选了蒙大统领为他推荐的宅子，其他倒并未见多。也许是本王多虑了，赶紧派人整理出一个独立的院子来，好生照顾卓家上下，不得有一点纰漏。般若明白。想来今晚甚是凶险。苏先生没事吧？多亏有大统领在，虽然有诸多意外，但好歹还是平安度过了。不过今晚还真是有些惊心动魄。苏先生大略告诉我的时候，我便觉得心惊，何况他们身在其中的人，想必是一场煎熬。对了，长公主当年的隐事，毕竟是机密，皇族中人知道的都甚少。誉王有没有问你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不是我查到的，是誉王先查到再告诉我的。什么？确是誉王自己查到的，不过是苏先生引导他查出来的。哎呀，你们就不要绕弯子了，越说我越糊涂了。赶紧告诉我吧。这件事情，我从年前就开始筹划了。所谓人言可畏，我在宫里和洪秀昭都安插了人手，一边说说长公主当年的旧事，一边聊聊萧景睿和南楚成王爷长得有多像。殿下可曾听皇后娘娘说过，20多年前南楚皇室曾派过一个质子到金陵来？确有此事。光凭这2条线索，就足以让秦般若深挖追查了。哦，对了，上个月宫羽还刺杀了一次谢玉。啊！当然，按照计划，刺杀并不成功。宫羽负了伤，情急之下躲进了洪秀昭。为了感激秦般若的救命之恩，他便把谢玉当年杀婴的秘密告诉了他。我明白了。誉王知道这么多事情，他一定会来找你，跟你商量怎么利用。所以，你帮他谋划了在景睿生日宴上揭穿这一切。太妙了！
不过，宇文轩他们，那是怎么回事啊？宇文轩来到京城，本就是誉王奉旨接待，自然会见到宇文念。偏偏这个小姑娘和景睿长得这么像，一看便知道是怎么回事。再加上誉王的能耐，让他们兄妹俩今夜过来，并不是什么难事。没错，没错。哎，狠是狠了一些，不过这是难得的机会啊。还有，南楚那个求亲使团，那来的太是时候了，简直就是天赐良机啊！啊，是天赐还是人为，只怕还不好说。吃苦了卓家的人，被蒙蔽了这么多年。还有，景睿那个年轻人，你说他日后会怎么样啊？他这次也看到了你在整件事情当中起的作用啊。不管怎么说，你们好歹是朋友啊，他会不会怪你做事太狠了些啊？苏先生下手若不狠一些，如何摘得尽他与谢玉之间的联系？有因必有果，景睿这孩子，终究要面对这些。殿下今夜前来，是不是还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办呢？苏先生一手谋划的这场大戏，本没有我插手的份。只不过，我想亲眼看看谢玉的结局罢了。我看，殿下是不放心誉王的府兵吧？怕今夜会有什么凶险？怕苏先生这边会有什么闪失吧？对了，大统领。皇上后日在景榭围场有一场围猎，南楚使团一定会参加。你找机会镇一镇宇文轩，免得他以为我大梁朝堂上的武将，竟是谢玉这等弄权之辈，无端生出狼子野心。好。哎，苏先生，你诸事繁多，为了你身体起见，宇文轩这样的小事情，你就不要管了吧。倒也不是小事。若不是今夜这一出，宇文轩何来机会看见我朝中内斗？殿下这话说的就不当了，难不成苏先生还有错了？太子和誉王早就斗得跟乌鸡眼似的，全天下谁不知道？再说了，我看南楚那边也不少这样的事情吧，对吧？至少这些年，南楚朝中平顺，建制政通人和的佳境，除了免夷之乱，并没有大的麻烦。如果我朝继续这样内耗下去，一旦对强陵失去了威慑，难免会招来觊觎之心。苏先生此话，方是国事之言。既然殿下和苏先生都这么说，那我明天就去办。苏先生放心，猎场之上有殿下在，一定会显出我们军威，让宇文轩他们好好开开眼界。时间也不早了，苏先生也该休息了。对，殿下先行一步，我们一起出去反而不方便。我刚才是不是说错什么话了？他是主君，你是他的爱将，我是谋士，这关系你一定要掌握好。你跟我在他面前并无半分深交，言语之间不要这么维护我。好，都听你的。小叔，看到景睿这样子，你这心里也不好受，对吧？哦，我又说错话了，又说错话了。哎，
谢玉，谢玉啊，谢玉，朕真是白宠信他这么多年。谢玉极善伪装，满朝中谁不以为他是忠臣良将、朝廷柱石？若不是谢卓两家因为当年的旧事翻脸，儿臣也万万想不到，在攻城之下刺杀内奸这样的大案，竟是由谢玉一手策划完成的。更别提在这之前，他结党营私，利用天泉山庄铲除异己，暗杀朝廷大员，种种罪行罄竹难书。父皇对他的深恩厚德，他竟似半点都没有挂在心上。卓鼎峰的口供，你都摘录好了吗？是，不过怎么？按照卓鼎峰的说法，谢玉所行种种不法之事，溧阳姑母并不知情，所以儿臣想着，毕竟姑母是天家骨肉，她的孩儿也算沾着皇家血脉，所以恳请父皇开始株连之罪。难得你对长辈有这份孝心。太皇太后近来身体不好，为了他老人家福寿起见，也不能让溧阳为了谢玉受委屈。好在溧阳有自己的府邸，封了宁国侯府，就让他带着自己的孩子移居长公主府吧。是。好，谢玉一案，朕命你主理，务必要桩桩件件查核清楚。谢玉犯过的事，一件也不能放过。但是他没有犯过的事情，你要记住，别让他人往上堆。儿臣领旨。秦太医，秦大人，琪儿是您看着长大的，我求求您了，您救救她。哎呀，胎位不正，气血已虚，再加上忧思郁结，只怕老夫已无回天之力呀。秦大人，我怎么样？长公主，孩子的肩膀已经露出来了，大人恐怕是保不住了，但是孩子还是可以保一保的。我的琪儿还活着，你想干什么你？琪儿，娘在这儿，别怕琪儿，娘在的，别碰琪儿这个孩子。琪儿。宗主，谢府的大小姐昨夜因难产去世了。那孩子呢？孩子生下来了，誉王未显宽厚，还特意送卓清瑶过去。只可惜去得太晚，没见着最后一面。但长公主让他把孩子抱走了，说是谢大小姐的心愿。宗主，我去请燕大夫。苏哥哥不舒服。哎呀，会好吗？会好的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人的心会变得越来越硬。
玄镜司守孙夏江刚刚回京了。拜见师父。东儿，我玄镜司自开朝经太祖设立以来，有何铁则？只遵圣命，查见要挟，不借朝政，不涉党争。你既然知道我玄镜司不涉党争，那一晚你跑到宁国侯府去做什么？徒儿是奉了陛下的圣命，去谢侯府追查内奸被杀一案。内奸一案怎么会查到宁国侯府去？徒儿早就对卓鼎峰有所怀疑，只是希望加以证实。证实了吗？是。证实之后呢？你为何不离开宁国侯府？又为何会卷入到后面的事情？师父有所不知，当时的情境是……当时的情境与我玄镜司何干？你身为掌镜使，明知该如何行事，我们只奉圣命，只遵谕旨，案情一旦查清，呈报陛下便是，与此无关的事情一律不该插手。你不知道吗？徒儿是觉得，如果卓鼎峰被谢玉灭口，那陛下未必会相信我们的。我玄镜司只需将查案的结果通报陛下，至于陛下信与不信，如何处置，不是你我应虑之事。宁国侯府一事，分明就是誉王与太子之间的党争。你身涉其中，已犯了玄镜司的铁则。自即日起，你在府禁闭，好好反省。徒儿遵命。微臣下江，参见陛下。嘿，你总算回来了，起来吧，起来吧。谢陛下。这次闭关可谓时日长久，幸好孩子们能为朕分忧了。陛下，说起孩子们，微臣实在惭愧。方才已经惩处过夏冬，还请陛下宽谅。惩处夏冬，这却是为何呀？宁国侯府一案中，夏冬过于逾越本职，并非玄镜司掌镜使应当所为。哎呀，你太严苛了。夏冬那是在为朕查案子。微臣以为，当夜发生的事情已经不单纯是个案子了。玄镜司纵然是把利剑，也只能握在陛下您的手中，其他人都不要妄想左右。你的意思是，这一事件有人左右？此事微臣只是疑心，并无实据。臣只是提醒陛下，谢玉有何罪责是一回事，但这些罪责是如何被翻出来的，又是另外一回事了。能搬动宁国侯之人，不容小视。此事，你务必查实。是。谢玉的罪行已经坐实，朕不想见他。既然你回来了，就替朕走一趟，问问他还有什么想说的。有些话嘛，只怕誉王是不肯替他转述的。微臣领旨。夏守尊，你终于回京了。早就劝侯爷不要过早介入党争，
当时你不信，现在信了吧？这次是我大意了。这么大个跟头，恐怕不是大意二字能说得过去吧？你今天好心来看我，就只是想让我知道我这个跟头是怎么栽的吗？这还有何意义？总之，现在你是一败涂地，不仅光耀无存，甚至性命不保。夏守尊回来了，也于事无补。你想补到什么程度？你能补到什么程度？你咬紧牙关，我保你不死。只能这样了，再多，陛下就要疑心了。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还望夏守尊能够完成这个约定。与谢侯爷之间的约定，我什么时候没完成过？5日前，圣驾从围场回宫，一回来就重赏了靖王2马20匹，金珠10颗，玉如意1柄，加上他在猎场大显勇威，为大梁添彩。这几日，东宫和誉王给靖王送去了贺礼，朝臣们跟风也都纷纷登门，但靖王只收了几位皇子的礼单，说是兄弟之馈却之不有，其他的就一概不收了。13先生奉宗主之命，已经开始处理秦般若安插在各朝臣府邸的眼线，有些是他们在搜集情报时失手被发现，有的是出了私情案件被逐，还有一些斩了几条了？斩了7、8条了。还有什么消息？其他方面就没什么消息了。没有了？一直没有如何处置谢玉的消息。只怕有人该着急了。宗主，誉王来了。宗主料得真准，我先告退了。哦，苏先生，殿下，苏先生，你不知道，父皇真是糊涂了。殿下说什么？哦，我是说，哎呀，真不知道父皇在想什么。谢玉这个案子是板上钉钉了，再一亲一贵，最多不株连，死罪终究难免，他还有什么可犹豫的？皇上犹豫了？前2天不是还好好的吗？你不知道，玄镜司的守尊夏江回来了。这老东西，我平常就没看出来他和谢玉还有这等交情，在父皇面前叽叽咕咕的，不知道翻动了一些什么舌头，风向就变了。还能怎么变？谢玉一案铁证如山，天泉山庄有谢玉的亲笔信函，卓清瑶的手里也有他画的沈追府邸的图纸。单单是谋刺朝廷大臣的罪名，那可不是动动嘴皮子就能翻过来的。这个他倒是认了，但是有一些他就不认。也就是说，他承认帮着太子做了一些大案，可是涉及到杀害内奸这样的有关皇家天威的大案，他一概不认。是，他一口咬定，确实利用过卓鼎峰的力量，包括追杀沈追他也认了，但是其他要紧的他就只喊冤枉，反控说是卓鼎峰为了报私仇，故意栽在他身上。看来谢玉只想保命，不过也对，
等到太子登基的那天，他还是可以东山再起的。哼，他这是痴心妄想。要是这次还不能置他于死地，岂不是辜负了先生为我谋划的一番苦心吗？既然殿下如此有信心，那还忌惮什么夏江呢？你不知道，夏江这个人甚有手段，父皇又信任他。听说他回来之后，立刻斥责了夏冬，说他不应该在那一晚插手帮我。我实在奇怪，他跟谢玉并没有什么密切的往来，为何要保他？其实殿下也不用这么着急。虽然皇上信任夏江，可要论在皇上面前的宠幸，殿下难道会逊色于他吗？谢玉想要死灰复燃，并没那么容易。谢玉现在威权已失，死跟不死没有什么区别，反倒是陛下对我的态度，实在是古怪的很。虽然说依旧温和，但是言谈之间却总觉得好像疏远了些。可能是殿下多虑了。现在整个朝堂之上都为殿下马首是瞻，好不容易把太子的气势压下去了，可不能后续乏力呀。先生说的是，本王明白。夏江是不是去天牢见过谢玉？去见过一次，说是奉圣命把我的人都撵了出去，探听不出他们谈了什么。前日我请殿下让卓鼎峰列出历年诸事的清单，不知列好了没有？哦，我今天带来了，先生请看。这个谢玉还真是胆大妄为，单单通过卓鼎峰便做下这么多事来。这些年本王没被他害死，还真是走运。恐怕这份名单中有好些人，卓鼎峰根本就不知道谢玉为何要杀。嗯。没错，有些连本王都想不通，他杀了要做什么？可不是。比如这个李崇新，开文17年所杀，距今有12、13年的时间，一个教书先生，真是让人百思不解。殿下有没有想过，这里面有些人可能是谢玉为别人而杀？别人？殿下不是说过吗？夏江和谢玉的私交并不深，可这一次，夏江却力保谢玉，想必另有隐情。夏江有何利可图啊？先生的意思是，他也投靠了太子？太子在登基之前，夏江不会把他放在眼里，他从不涉入党争，所以皇上才会对他如此信任。这倒是。夏江对父皇确实忠心耿耿，所以我才实在想不通，他为什么要跳出来偏向谢玉？如果谢玉为他办过什么事呢？